个白白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口味饵的原料之一。它吃起来就是凉凉的感觉吗？很凉凉的感觉。哦。竹子开花会怎样？垮掉。对，它就是可能觉得有危机了。它这里。它的这个位置，这个公鸡公园的位置，它是整个县市镇里面算是很中心的位置，那也是这些都市生物很重要的栖息环境。山与海交错的地方，藏着一个召唤记忆的希望。今天舅舅老师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离我家最近的景点——淡水公栖简易自然公园。这里曾经有茂密的树林和广阔的草地，孩子们在这里追逐玩耍，居民们在这里散步运动。然而现在，新北市政府计划在这里新建警校大楼，超过100棵大树已经被移除。所以这支影片想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的下一代也应该和我们一样，拥有一个可以乘凉、可以呼吸、可以自由奔跑的自然环境。这是公栖公园的导览活动，现场在导览老师的带领下，参加民众一边走访园区，一边认识各式各样的动植物生态，进而了解公园背后的生态价值与保育意义。比如说公栖公园这个案子，就是燕婷会长主动跟我们接触之后，我们跟他沟通聊天之后，我们发现公栖公园它不是一个新市镇唯一的原始林公园，它跟大安森林公园完全不一样。淡水的公栖公园就位在轻轨滨海沙仑站旁，滨海路和沙仑路交汇口，一出轻轨站就到，临近台北海洋科技大学，周边还有沙仑海水浴场与城市古厝景点。公司田溪则静静从旁蜿蜒流过。公园里除了绿地，对面还有游戏区和溪畔步道，对我来说更方便，从我家走路10分钟就能抵达，根本就是专属 VIP 绿洲。生物是没有办法在这边生存，那都是生物生存在这边对。淡海新市镇自1992年被指定为特定区域开发基地。原本是为了分散台北过度集中的人口，但因交通不便，一度沦为所谓的鬼城。随着轻轨、淡江大桥、淡北大路等交通建设落成，生活机能逐渐改善，人口也快速增长。然而，当年规划中保留下来的公栖简易自然公园，现在却被列为警校大楼的预定地。这片原本承载着百年老树与原生生态的绿地，再度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。海洋都心哦，再过去一点就是2期，这边是淡海2期的还没有开发的范围。根据荒野保护协会官网，自然生态公园会透过更完善的规划与管理，形成丰富的生态环境。除可作为日常休闲之用，更能作为自然教育的场所。日后形成更茂密的树林，对空气和噪音都有极大帮助。此外，还有分区管理，按照保护程度设置核心区、缓冲区、一般利用区3区管理。花就是很多花，因为我很喜欢追花，什么花开了我就去追它，我很喜欢开花，所有的花我都很喜欢哈。那我们就一定要介绍它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有毒哈。那就是它的叶子，你稍微看一下，阳光上面是有点金色的感觉，对，那叫金叶灵美。哦，凉凉的，对，金色，对，银色，银色。哦，可以含，就完全白白的这个东西。拍一下，我拍一下。这个白白的东西呢，
就是我们口味饵的原料之一。它吃起来就是凉凉的感觉吗？很凉凉的感觉。哦，这回宫崎公园导览活动，把公园摇身一变，成为自然大教室。整个行程规划了3个小站，前2站就在公园里，最后1站则在公司田溪步道。你看过竹子开花吗？如果你真的看见了，恭喜你，赶快去买上乐透吧！因为大多数竹子可是要等上数十年甚至100年才开一次花。不过一旦开花，就准备英勇牺牲。整片竹林会同时绽放，接着枯死，仿佛在举办一场壮观又哀伤的集体告别式。难怪民间会说，竹子开花是不祥之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原来竹子体内藏着一个神秘的基因时钟，一旦时间到，它就会自动启动短暂却盛大的花季。有时候遇上气候变化或压力太大，这个闹钟还会提前响呢。然而，竹花结出所谓的竹米，仍然会延续生命，有的被小老鼠当成宵夜，有的则掉落土中，再度萌芽。就这样，生命在一次次的告别与重生之间，生生不息。这应该是绿竹。那还有一种竹子，有时候你是一个山坡，通通都是一丛一丛的，它有地下走径，它只可能母猪走出去，生出来一个又是一丛，所以它的竹子其实它会破土化。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然名，那请问大家认识它吗？山椒鱼没有错哎。那请问，我问一个小小问题，顺便自我介绍，我的自然名叫山椒鱼。请问3选1哦，大家觉得啊，就亲缘关系而已，就是我跟你血缘生下来的关系，山椒鱼跟青蛙比较近，还是跟壁虎比较近，还是跟鱼比较近？山椒鱼哦，跟青蛙长相，台湾有5种山椒鱼，跟哪一种比较近？觉得是那个青蛙的举手，觉得是2壁虎的举手，好像，觉得第3是鱼的举手，哇，答案是，青蛙，虽然有住在公园的。经过前2站的导览后，我们跨过轻轨站，来到公司田溪溪畔。第3站，山椒鱼老师的自然教室上课喽！每位同学手上都拿着一张动物小卡，轮流介绍他们在公园里的踪影，以及在其他地方的生活。公司田溪蜿蜒穿越新市镇，环抱宫崎公园，不仅提供了舒适的溪畔步道，还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生态。在这里，城市的热闹与自然的宁静完美交响，让人忍不住想大喊：原来家门口就有这么美的生态乐园啊！珍古德博士曾说 ：“Only if we understand, will we care. Only if we care, will we help. Only if we help, shall all be saved.” 我们的家、我们的社区，还有那座家附近的公园，正是我们了解、关心、行动的起点。小时候，我生长在基隆河畔的乡间，每天清晨，虫鸣与鸟叫伴我醒来。那份被大自然温柔拥抱的愉悦，至今仍深深烙印心中。唯有行动，我们才能与自然携手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属于每一代人的永续未来。如果您喜欢George老师的影片，请按个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让我继续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影片哦。